朱令，一位清华大学的天之娇女，曾站在人生的顶峰，未来本该璀璨夺目。1994年，离奇遭遇她中毒，一场丧失人性的凶案，打破了她的美好人生，真相至今未揭。命运一道无情的枷锁，将她困在无尽的痛苦中，让人心痛至极。2023年末，家人已逝，冤怒未平。老韩带你解读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讲朱令八字的干支故事啊。今天来讲第三个内容是才艺专讲。那之前呢已经通过定时辰和六亲专讲给大家分析了他的八字的这个时辰和人物环境。那今天呢重点来讲一下他的才艺是怎么体现的。这个才艺啊，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给它定的是辛未时啊。这辛未时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辛金，它代表就是元啊，因为它在地支里边啊，其实就是酉金。酉金它就有元脸的一个信息啊，酉金就代表元的这个信息。那酉金透到天干上，它又变成元的一个信息。如果大家去关注它的面相的话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偏元的一个元脸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啊，也是定辛未时的一个参考啊。同时那它的才艺是什么呢？才艺依然是这个辛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我讲的这个窦唯的八字。当然呢有的视频没发布出来啊，窦唯的八字里边它也含有这个辛金，那包括酉金啊，这种辛酉它都属于什么呢？它都属于这种金属。我们简单理解它就是金属，同时还是代表声音，而且代表精细化的金属，而且代表精致的声音。我们经常说过去来判断一个声音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一种叫三角铁，一敲那个三角铁当，然后有这种金属的质感，这声音就出来了。那这种三角铁也好，或者说叫音叉啊，这种音叉它其实就是辛酉的这个象。那我们看它这个辛金它的根源在哪儿呢？就在丑里边。我们给定的这个辛未时丑未冲啊，是开这个丑库的，丑库打开，代表它有很多的辛金出现。这个辛金其实不是一个辛金，是好多个辛金，好多个辛金都是什么？带有声音的辛金，带有一些精密仪器啊、精致声音的辛金。所以他擅长弹什么呢？擅长弹钢琴。你看钢琴啊，88个键，有黑白相间啊，这些钢琴它的共鸣都是靠什么？都是靠它背后琴箱里边的那些琴弦啊，通过敲击出来的声音。有的品牌的琴弦呢，它还不是一根弦，它是两根弦甚至三根弦共鸣出来的声音。所以这种调琴师他做一个专业技能，是能够把琴调好，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里边这个辛金它就有一部分代表的是钢琴啊，第二部分它还擅长什么呢？弹古琴。这个古琴呢，说实话不是一般人能弹的。为什么呢？因为古琴的谱非常难懂，它跟正常的简谱、五线谱是完全不一样，而是自成体系的一套谱，而是形成这种文字结构啊的这种，它的谱子都是文字，但是你都看不懂，因为你没系统的学过，你就不理解。那这种古琴有很多演奏的技法，它更多的去干什么？它更多是怀古的。而且呢，其实古琴，我有一个教古琴的老师是河南人，他曾经跟我说过啊，他弹古琴容易什么呢？容易招阴啊，确实是如此。后来给我讲了很多的他的故事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啊。他弹古琴也帮自己招来很多的阴。那我们看这个古琴，它也是用这个琴弦共鸣产生出来的，依然是辛酉这种金属悦耳之音的产生。那辛金从哪儿来的？其实就从丑里边来的。丑我们知道在12地支里边是阴暗的环境，所以你看为什么招阴，知道了吧？啊，就这么来的。但是他所弹的这个古琴呢，他是尤其是在1995年出现病症之后，他还弹了一个叫广陵散，网上比较流传很多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忍着病痛去弹的广陵散。这个广陵散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曲子。换句话说，本身古琴曲就很难，包括古琴的一些技法，从滑弦呐、柔弦呐、勾弦呐等等啊，这些技法就很难。
再加上广陵散的这个曲子本身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呢，他能去演奏这种比较难的这种技法的曲子，我们叫大曲子实际上是也体现出什么？他的才华是非常非常出众的。那换句话说，他的才华是非常非常出众，包括曾经博得水木年华尤其像歌手李健一个推崇，非常推崇他的一些才艺的。那也体现出什么？他的这个才华被大众所认可，那也是辛金透干的一个项辛金作为正官星，坐在虚上，代表名气是非常大的。那你看他弹的这个曲子叫广陵散，这个散是什么含义我们先不去探讨他的这个曲子的内涵我们单从字面上来说，散就是分散它当然了，你这个单独按这种曲牌或者词牌来说的话，它要更深入的解读。但是我们就从字面来看看在八字当中有没有可能去找到对应的信息进而呢为我们去定义辛未时来去佐证。散是什么呢？散是原先跟聚是对应的，聚它是一个合拢的状态，对不对？那散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分散的一个状态那未是木的库，亥子丑形成北方水的一个阵营那未跟亥子丑都有关系，未穿子，未攻亥，未冲丑，也就是说原局这个亥子丑它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整体。但是时柱辛未时的出现，它把这个三会北方水局给冲散了，给破坏了。你看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散字冲散了散。然后呢，本身它就是两个库，未是库，丑也是库。库代表什么？库就代表多，多就代表什么呢？多就代表广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辛未时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取向的一些技巧。他能弹广陵散，也体现出他就是辛未时所以这是他的才艺的体现再加上未中呢也有丁火，丁火代表伤官星，伤官呢被己土给保护了这个己土呢，它作为未当中的一个代表者我们可以叫它主气，对不对？这己土主动的克子水和这个亥水，进而呢不让这个丁火被子和亥给伤害掉。所以这也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他的才华才艺是非常强的。另外这个我们再取一个象就是年上呢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祖上，祖上的宫位。那他的辛金正官星，他的名气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就是从丑里边来的。换句话说，他能有这样的一些名气和自己的一些才气才艺，更多的时候呢是得到祖上的这种福音福音。同时我们之前讲六亲的视频说过，未可以当什么呢？可以当他的父亲星来看。那父亲星跟母亲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后来定居北京也这里面是象是怎么体现的？其实就是丑未相冲的象丑是远方，也代表他的祖上祖居地。未实际上也跑到另外一个远方了，丑未相冲在12地支里边是对冲的宫位，那这个宫位也是代表从远方到远方的一个象，也是一个父亲从丑的环境到未这个环境里边去了。丑是什么环境？是阴暗的环境。未是什么环境？未是一个燥土，又是润整个八字的一个环境，也体现出父亲从一个比较难受难过的一个境地，到了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境地去了也可以体现出这样的象。但是他的这个才艺尤其像以辛金为主，是怎么体现的？有得到祖上的这个福音的但是呢，因为父亲的丑，因为父亲这个未离开了丑让这个未土呢，他又不是很好的去生辛金，这也体现出什么呢？体现出这个辛金他的这个名气其实不是有很多父亲直接产生的他就有这个象。那这辛金代表他的这个才艺，或者说他的一些名气，是从丑这个环境里出来的。
丑我们还可以取一个象，上面有个癸水印星，它可以看成什么呢？类似于像学校，我们说呢水木清华，那这个丑就可以看成它的学校啊，学校给它的一个名气。但是最后是怎么着呢？未去穿了这个子水啊，或者未也冲了这个丑。换句话说，就是有更多的他的一些同学产生了一个嫉妒心理，让他呢，一方面未可以当做他同学，他这些同学也不让他的名气变强大，对不对？他不生这个心金啊。但是学校他从学校层面，他会赋予很多他的一些荣誉，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啊。那这个未还穿他这子水来破坏他的这个亥子丑的这个阵营啊，所以呢，所有的象其实都是归拢到一块儿了。这就是说，这个才艺在他原八字的一个体现啊。如果我们再去取一个象，那你看，比如说未中间藏有乙木，这个未库呢可以看成甲木的一个根，那未库可以当甲木的一个根来看，那未中的乙木呢就可以当日主自己来看。那乙木呢是劫财，劫财代表手脚，乙木生丁火，这个伤官星啊，伤官星之后呢，丁火还有要克辛金的这个意思，那不就是这个日主用手脚凭借自己的伤官技术来去控制这些辛金这些音乐，是不是？那不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来操作这些乐器的这么一个象嘛。啊，钢琴也好，古琴也好，对吧？钢琴，刚才我已经做了取象的解释了，大家呢要去通过这个八字更多去理解这个站在不同角度去来看它读象的一个技术技巧。那辛金又代表他的名气，名气也很大，是不是？所以但是他名气越大，他的这个比劫库就要穿这个子水，所以你看，对于他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名气越大，同学越嫉妒，就是越穿他，不就这意思吗？所以这是对于他才艺的一个介绍，那同时讲了很多取象的一些技巧，大家呢可以去体会一下啊。希望大家对于这种易学知识能够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好，我今天先讲到这里，其他章节呢将陆续发布，大家持续关注。好，再见。